同志們好，歡迎來到楚楚的頻道。最近這幾天看國際新聞的時候，大家有沒有一種很強烈的違和感？這種違和感不是因為哪裡又打仗了，而是來自一種帶頭大哥的人設崩塌。你們看看美國最近對日本的態度，在地緣政治裡，日本可是美國在亞洲最鐵桿的小弟，甚至可以說是美國體系裡的半個自己人。但最近這出戲變得有點驚悚了。美國為了讓製造業回流，為了所謂的絕對安全，開始毫不留情地敲打日本。不管是之前鬧得沸沸揚揚的新日鐵收購案，明明是正常的商業收購，美國硬是以後得罪盟友的姿態強行阻挠，還是最近在匯率市場上日元被收割得慘不忍睹，而美國在那邊冷眼旁觀，甚至還在加碼。還有特朗普和高市早苗通話，特意警告日本不要惹中國。甚至如果你去翻翻美國最新的国家安全戰略文件，字裡行間其實透着一種特朗普版门罗主義強力回歸的味道。什麼意思呢？以前美國說美國優先，好歹還帶着小弟們喝口湯，現在的情況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絕对位置，為了給自己回血，哪怕是盟友身上的肉，該割也就割了。這讓我想到一句很殘酷的話，當一艘大船發現自己漏水的時候，船長做的第一件事往往不是去修船底，而是把身邊的乘客推下去減輕重量，哪怕那個乘客手裡還握着你的 VIP 船票。這種動作的變形，這種對盟友的無差別攻擊，讓我這兩天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作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到底在慌什麼？是因為中國突然搞出了什麼外星科技嗎？還是因為某一項經濟數據突然反超了？其實可能都不是。在這個喧囂的信息世界裡，我們往往容易被表面的噪音帶偏。我覺得我們要學做那種冷靜的聰明錢，不看盤面，而是去盯着更深遠的基本面。當我把這些時事碎片拼湊起來，結合這40年的歷史長河一看，我發現全世界，特別是美國，直到這一刻才真正看懂了一件事兒，他們面對的並不是一場短跑比賽，而是一個對手已經悄悄布局了40年的超級棋局。而美國現在的這種慌亂，恰恰證明了他們已經意識到常規的競爭手段失效了。今天楚楚不想跟大夥兒聊那些浮在表面的新聞熱點，我想帶大家鑽進這個棋局的深處，用一種反本能的視角去拆解一下，為什麼美國會覺得局面正在失控，中國到底做對了什麼？而這背後的邏輯，對咱們這一代正在奮鬥的年輕人，又有着怎樣殘酷而真實的啟示？我們這代人很容易陷入焦慮，覺得世界變化太快。其實，如果我們想真正理解這個複雜的世界，就必須學會看見別人忽略的東西。常識之所以珍貴，是因為它其實並不平常。大多數人看着新聞，只會跟着情緒走，要麼憤怒，要麼嘲笑。但是很少有人去思考，那煙火背後是誰在安排，是誰在計算，是誰在那個最黑暗、最不起眼的角落裡，安靜地布下了一顆關鍵的棋子。這世界從來不是由最吵的人決定方向的。歷史規律告訴我們，世界往往是由最沉默、最耐心、最懂得延遲滿足的人悄悄塑造的。現在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精英階層，開始感到一種背脊發涼的恐懼。因為他們突然意識到，中國其實早就布好了局，而美國不管願不願意承認，已經慢了一步。這並不是咱們在這兒自賣自誇，而是一個簡單冷靜，基於對這40年人類行為模式觀察後的現實結論。很多美國的戰略家以前以為地緣政治的競爭像拳擊賽，槍聲一響，誰肌肉塊頭大，誰嗓門吼得響，誰爆發力強，誰就贏了。但是這大錯特錯。真正的國家競爭其實更像圍棋，是一場多維度的資源配置與概率博弈。你看着那些不起眼的角落，看着中國在非洲修的一條看似虧本的鐵路，看着我們在大西北沙漠裡鋪的一塊塊太陽能板，看着那些沒什麼名氣的高校裡投入的基礎物理經費，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西方主流觀點都認為那是無效投資，是浪費錢。但等他們今天從傲慢中醒來時，會發現整片棋盤的勢已經變了，版面已經慢慢朝着某個方向傾斜。那是一種物理學上的重力势能，一旦形成就是不可逆轉的。這就引出了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一個核心觀點：安靜並不代表沒有力量，反而经常代表力量正在累積。
中國這40年一直保持一種令西方人感到不安的沉默，這種沉默是深思，是計算，是在準備。大家回想一下，當10幾年前華爾街的精英們忙着把次级貸款打包成複雜的金融衍生品來收割世界的時候，我們在幹什麼？我們在鋪路，在架橋，在把幾億農民一點點轉化成流水線上熟練的產業工人。當美國的政客們在電視上為了一個毫無意義的議題爭吵了6個月的時候，我們在幹什麼？我們在雷打不動地執行第5個、第6個、第7個5年計劃。大多數人低估了沉默的破壞力，更低估了沉默的建設力。當一個國家真正具備長期心態時，他不會急着告訴世界他有多聰明。真正的聰明人是悄悄把一個個基石放進位置，直到某一天，大家才驚恐地發現，一座結構完好的巨塔已經矗立在眼前。中國的崛起不是突然發生的，世界上根本沒有所謂的奇蹟，只有因果律。這是有節奏、有規律、有耐心的堆疊，這就是複利在國家層面的終極展示。而直到今天，世界才開始意識到這股複利的力量已經大到無法忽視。我們再來看看美國。說實話，美國依然是這顆星球上最有創造力的土地，他們有硅谷，有冒險精神，但在長期布局這個維度上，美國的節奏亂了。問題出在哪裡？問題出在他們的系統正在瘋狂獎勵短期主義。當你習慣了短期選舉帶來的喧鬧，你就會患上一種國家級的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你會忘了長期戰略需要的是安靜和連續性，而非口號。每隔2年4年就要把一切推倒重來。就像現在的美國，為了選票許諾那些根本無法兌現的福利，為了討好選民去透支未來的資產，甚至為了短期的經濟數據好看，不惜對自己的盟友下手。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看到美國開始搞新門羅主義，開始吃掉日本。因為從長期來看，培養盟友太慢了，直接吃掉盟友的存量，回血最快，但這無異於飲鴆止渴。我一直覺得，真正有大智慧的玩家往往具備一種能力，知道什麼不能急。你看中國過去20年做的每一個決策，咱們拋開立場不談，只看執行效率。我們不追求一時的掌聲，不急着解釋。你罵我是債務陷阱，我不吭聲；你封鎖我的技術，我不吭聲。這種風格是一種慢中藏快、靜中有力的節奏。這就好比那個古老的寓言《龜兔賽跑》。小時候我們以為那是童話，長大後才發現那是深刻的博弈論。勝利的從來不是動作最大、跑得最快的人，而是那只一步一腳印、不分心、不喧嘩的烏龜。中國身上的確有這種烏龜特質，它不急，但它也不停，這一點最可怕。不停是複利發生作用的絕對前提，而美國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它習慣了當那只兔子，跑得快，但在路邊為了採一朵花而爭吵，為了誰該領跑而互相絆腳。羅馬是怎麼衰弱的？不是因為迦太基太強，而是因為羅馬內部的腐爛和短視。如果你想真正理解接下來的世界，必須跳出新聞表象，去思考3件事。第一，誰在默默布局？第二，誰在浪費時間？第三，誰在用長期的耐心換取未來的主導權？中國這些年在科技、能源、基建上的布局，不是昨天喝醉了酒，今天突然想起來的，而是一場持續了40年的浩大工程。這種方法真的很不美國。美國習慣用一場革命解決問題，喜歡登月時刻，而中國習慣用一個世代來解決問題。美國想的是4年後的選舉，中國想的是40年後的位置。當這2種節奏放在同一個競爭舞台上，你會看到的不是誰更激情，而是誰更耐久。複利的力量，你無法在1天看到，也無法在1年看到。這就像理財，第1年你覺得沒什麼，但到了第30年，那個數字會嚇死你。中國的崛起邏輯不靠口號，就靠複利。什麼是教育的複利？是中國每年培養幾百萬的理工科畢業生。40年後，這幾億受過現代工業訓練的大腦，構成了全世界最龐大、最複雜的工業生態。什麼是基建的複利？是那1公里1公里的高鐵和深水港。一開始虧錢，但幾十年後，他們把整個國家的經濟效率提升到了極致。什麼是產業鏈的複利？是你不管想造什麼，
哪怕是一顆螺絲釘，你都能在200公里內找到供應商。當你把所有這些複利疊加起來，你會得到一種極其穩定、近乎不可逆的上升力量。這就是今天世界開始察覺，但又有些來不及反應的地方。美國之所以顯得手忙腳亂，並不是因為它突然變弱了，美軍依然無敵，美元依然霸權。美國的手忙腳亂是因為他太晚意識到自己早已失去了主導節奏。他花了很多時間在辯論如何分配蛋糕，而中國花了很多時間在做大蛋糕。美國花很多時間在討論政治正確，而中國花很多時間在建設電網、攻克技術。這些差異放在30年這個尺度上，會讓兩個國家站在完全不同的位置上。這並不是道德判斷，而是冰冷的數學結果。現在全世界突然意識到，中國那種不吭聲但不急不停的節奏才是最可怕的。你要理解一個國家，就像理解一個投資者。有些投資者每天盯盤，上蹿下跳，他們是市場的噪音制造者，也是最終的輸家。但也有些人只做一件事，尋找價值，買入，然後不動，慢慢累積。中國更像後者。這不是我的直覺，而是對各種制度觀察後的結論。你可以喜歡它，也可以不喜歡它，但作為理性的觀察者，你不能否認它的效率與連續性。而這種連續性正是美國近年越來越缺乏的東西。當一個國家內部對彼此的信任下降，就會陷入無止境的內部消耗。這就是物理學上的熵增定律。一個國家如果太忙於吵架，就沒時間布局。我們常說，真正的力量來自底層基礎是否牢固。任何國家都可以用口號營造一時的泡沫，但真正的競爭需要根基。中國過去20年做的全是枯燥的根基工作，高鐵、港口、電網、稀土產業鏈、基礎研究，這些東西不會在 TikTok 上讓人熱血沸騰，因為太無聊了。但它們是世界競爭中最關鍵的護城河。你今天看不懂它的價值，但20年後就會發現它的重要性。而美國在同一段時間裡，橋樑在坍塌，鐵路像第三世界，電網脆弱不堪，這就是差距。你要理解中國，不是看他今天說了什麼，而是看他昨天做了什麼。中國的動作是慢的，但慢得極其堅定。這種方式很像頂級的投資哲學，真正的價值不是用來炫耀的，而是用來積累的。你想象一下，兩個選手跑馬拉松，一個選手不斷低頭調整呼吸，關注步伐，另一個選手不停地回頭罵觀眾，甚至伸腳絆對手。你覺得誰會贏？美國不是跑不快，而是太容易被分心。中國則相反，它有一種可怕的專注力。世界這幾年才懂，真正可怕的不是對手的聲音，而是對手的方向。不要與長期思考者競爭，因為你永遠看不見他真正的底牌。中國這些年的成果，華為、中芯國際、DeepSeek、北斗系統、新能源，其實是10年前甚至20年前埋下的種子。美國突然發現時，已經有點太晚了。你可以靠金錢買到天才，但你買不到時間。美國這幾年的焦慮，是因為他第一次感受到有一個國家不是在模仿他，而是在用完全不同的節奏走出自己的路。更重要的是，這條路有效、持續、可複製。這讓我想到一個殘酷的對比：中國承受了30年的質疑，換來了今天的定力；美國享受了30年的掌聲，換來了今天的焦慮。掌聲不會讓你強大，但耐心會。現在美國面臨的考驗是，當失去壟斷地位後，能否重新學會競爭，能否重新學會耐心。但美國的制度偏偏不擅長長期。當所有決策都以短期選票為核心時，很難對抗一個以長期為主的對手。中國做的每一件大事都不和情緒綁在一起，而是和方向綁在一起。方向一確定，就10年如一日的推。這種一致性是美國最難複製的優勢。物理學裡有個概念叫慣性，一個巨大物體一旦動起來，就極難停下。中國就是這樣的物體。美國能否接受這個現實，是它未來最關鍵的抉擇。但無論如何，全世界都已經開始調整，因為大家突然明白，中國不是未來可能強，而是已經強。美國不是即將落後，而是正在失去節奏。所以，我希望大家聽我說的，不是中國如何贏，而是長期布局，如何讓一個巨大的結構變得不可逆。
這個世界正在進入一個新階段，各國開始重新檢視自己的路線，而美國第一次有了追趕感。這種追趕感是危險的，因為它容易讓人做出錯誤的短期決策，比如去敲打日本，比如搞封閉。在我觀察到的所有成功案例裡，真正能活得長、守得穩的，一定不是最激情的那個，而是那個能夠在雜音最多的時候保持專注的人。這正是今天世界重新理解中國帶來的最大衝擊。中國過去10年遇到的挑戰不比任何國家少，但它的反應非常特別，不是慌張，不是甩鍋，而是冷靜的檢查系統，補強弱點。這種反應很像一個成熟的投資者，不管市場怎麼跌，只問自己一句：我的邏輯變了嗎？我是否變得更強？很多人這幾年才意識到，原來這樣的節奏才是最危險的競爭方式。如果要總結中國最令人震驚的力量，我會說是延遲滿足。美國習慣快，習慣立即回報；中國習慣慢，習慣等待結果。兩者各有美好，但放在國家競爭裡，結果完全不同。世界這幾年才懂，真正可怕的不是對手的聲音，而是对手的方向。中國這些年的布局不是在對世界炫耀，而是在為下一個20年做準備。最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點心裡話，我們這代年輕人其實和這個國家的命運是一樣的。真正的決勝點從來不是在最熱鬧的地方，而是在最安靜的角落。中國做到了，所以今天的世界重新評估它，而你也可以做到。只要你願意開始用10年、20年，把注意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而不是短期的噪音上，那到最後你會驚訝地發現，世界尊重的不是你說了什麼，而是你準備了什麼。世界跟隨的不是你喊得多大聲，而是你能提供多少價值。這就是所有文明競賽的答案，也是所有人生競賽的答案。如果美國能重新理解這點，它依然能東山再起，但如果不能，歷史也會毫不留情，因為世界的複利不會等任何人的。懂得準備的人永遠走得最快，懂得等待的人永遠站得最高，而懂得布局的人永遠掌握最後的勝局。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如果你也認同長期主義的力量，如果你也想做那個笑到最後的人，請為這個影片按個讚吧。讓我看看有多少人願意在這個浮躁的世界裡選擇一條少有人走但通往巔峰的路。如果今天的視頻讓你在焦慮中找到了一絲平靜和方向，請一定不要吝嗇你的點讚和訂閱。你的每一次互動都是對我最大的支持。我是楚楚，我們要做的是看清局勢，然後堅定地走自己的路。我們下期見。